再来这一款旷野之心，是近代迪奥卖的非常非常好的，这是不可思议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是蓝调香水的始祖，蓝调香水始祖 ，Blue 啊，都是蓝色。这个是几年份出的？有没有印象？我记得是5、6年前，不止哦，不止啊，有没有10年？但是就是近代，强尼戴普代言，对不对？我真的是卖到翻了。对，最畅销的 Blue 香水。那他后来有出淡香水、淡香精、香精，还有什么？最近好像还出了另外一个版本，就是可能这个月。没有，更 OK， 那这个因为是渣男香嘛，对不对？俗称渣男香，我之前有解释过，所谓人家说的渣男，并不是真的是不好的，通常是太优越了，你知道太好了，然后得不到，让人家嫉妒，对，让人家嫉妒，得不到的时候就要讲他坏话这种，所以我觉得渣男的名词是这样子被讲出来的。所以为什么我可以形容这么好？因为多半都是在形容我是这样子。所以我是我突然接不下去，对啊，我突然接不下去，这叫我怎么接下去？是新的哦 ，Alexa， 新的。好，来，我们先试一下，大概最畅销的是，你分别带了什么？淡香精、镜头香精。其实外表根本看不出来，要细看了因为中间真的是差别在中间的字了。对，那这一支是 perfume 了哦。OK， 我们先试哪一支？其实老实讲，这个虽然称渣男香，但是我闻这个会晕香对啊，你真的冒着生命的危险，对啊。我闻这个是真的会晕香的。它所有香水里面，我只有旷野之心会晕，其他不会，很妙。是淡香水吗？还是淡香精跟香精？淡香水。淡香水，因为它有四川花椒了，那个真的太冲了。四川花椒 ，OK。好，那随着版本的提升，它就把那个花椒的冲感就越来越调低，到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没有了。哦，对，好吧。那我们试试三渣男一起来拍，对，三渣男，我是鲜渣男。山楂花。要一起吧，一起才来，快，找地方来。对。你看那个花椒，没有了。哪一个是哪一个？这个是 EDP， 这淡香精，这香精，对。鲜的是 EDP。对。它那个花椒已经，甜甜的。对，没错。淡香精我闻到甜甜的，但是它带一点柑橘，原来是香柠檬了哦。那它中段就开始四川花椒、薰衣草、八角茴香，还有肉豆蔻和仁。对，应该是淡香水，它的扩散性是更强。是所以你很容易就一下子就晕掉了。但他把这个拉回来了一点，没有让它这么的 open。那它的尾调呢，反而是龙涎香米，还有香草。所以甜感可能是从这里有可能。好，就不再是这么辣的味道跟这么冲的味道。但是因为年轻人本来就是要这种，对不对？对 ，strong， 对。两相比较之下来，有没有什么差异感？我觉得两个其实好接近哦，对，蛮接近的。是，不像刚刚这两款落差分别都蛮大的。对，你看，其实香精版把花椒、八角全部拿掉了，改檀香跟零香豆跟乳香。OK， 所以差异最大的大概是香精版跟淡香水，因为它把它最出名的花椒。就是麻的那个味道跟那个八角的味道全部拿掉。对，这两个是属于比较椒麻的那种。对，所以你会晕香很正常。有可能是那个。对。可是你现在那个东西吃起来却不会晕，却觉得酥麻很好吃这样。我现在其实有一点。真的。有一点。那我们这片赶快结束。不会了，还好了。我以为你的鼻子已经练到百毒不侵了。
就是你一天到晚闻那么多，有一点，为什么闻起来有一点皂香感？EDP 有啊，有啊，有个皂香感，还是那个香料的那个尾韵？对啊，有龙涎香，有龙涎香，龙涎香，真的好像。对啊，两个其实你要说出些微的差别，其实真的说不太出来。因为它把 EDP 把花椒跟那个八角茴香的比例降低了，对，好不好？所以第一个没有那么冲，那对香精版是完全拿掉了嘛，嗯，那加入了这檀香，个哦，对我来跟迷香说，豆，对我来说，现在差别是什么？就是扩香都非常惊人。不是，啊，就是有多晕，你真的晕了？有一点，真的有一点。好，来，你想一下，这两支为什么你会推荐？其实讲推荐这两支，我得承认他们是好香水，但是因为真的是使用的人太多了，太多了尤其 EDP，对了，当然是，使用的人太多了。嗯，那慢慢的其他牌子也慢慢有这种所谓的蓝调的香水的时候，它其实还是保持很好的销量。我想，第一个是它留香的时间非常长，是，好扩散也很大，对所以你可以花最少的钱买到一个留香时间长、扩散又大的香水。对，然后其实它提供的还是一个高品质的味道，不管今天你有没有晕香，对，它提供的还是一个高品质的味道。对，是，以商业香来讲，它真的是，这应该真的是顶尖了吧？哦，不然它也不会销量。对啊，当然，卖成这样当然，而且来多少卖多少它的用料确实，用料啦跟变化度跟它的层次，要不口罩戴起来，不然你要更晕。对，对，又比那个又比其他商业香是更，对，更高个2阶喽。对哦，这个味道为什么会是渣男香？这个问题我有问过哎，对啊我到底是香水渣还是人渣？应该是说的人渣。哦，对真的哦。哎，所以香水事实上本身好与坏都全凭我们个人角度，对不对？你说它渣就是渣，你说它是哇暖男绝宝，它暖男香就是暖男，对因，为太多人。闻清香就闻清香，是型男香就型男香。对，完全取决于是什么人看他的角度，所以这个我不会觉得它是渣男香，那我只会觉得它会晕香这样。但相对香奈儿的不露好像反而比较渣男香的，对，它都多了一些那种诱惑的感觉，就是对对。像这两个就大概就是迪奥的商业香线的里程碑了。对，很这难跨几个都是越的啦，对很难跨越。跨越。所以你看它出到现在，其实也没有要大改款的意思，就是没有一直卖，就都一直是，要看镜头吧，对要看着镜头，哎，它都一直都是畅销款。是对你去专柜，它第一个拿起来的就是说我要来看香水， OK。第一个拿起来大概就是你这个你觉得大概几岁的男生啊？如果 VDP 的年纪，我觉得没有这么的比较广泛一点了，比较广泛一点。那大概20几岁就可以。是啊，我觉得20几岁就可以对，20了几岁。 OK。还有那种青春洋溢是的味道，充满活力。 20几到35之前都很合适这个啦。对。好，那我觉得如果又要再更有尾韵的话，这一款其实是它的后调是比 EDP 还要再更强一些，Parfum 是要更强一些的。不论是留香啦，或者是它的这个香气的凝香型结，对凝结这个会是更强一点。丰富感，是，对丰富感。那个气场，我们讲的气场就是围着一圈。对所以我要选的话，选 Parfum 你会选这个香精版？会比较对，因为是我也选香精版，你会选因为这个实在是丰富一点。是 OK 是。对我会选这个啦，我会选这个，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冲。了解。那就许呢？就许会觉得欣赏哪一个？
以就学个性，我觉得他会选 EDP 耶。哦，对啊，因为你看他，选一个不一样的给他看，哦对吧？他说这个了，对不他对觉得这个。 ？EDP，那个比较清新一点，那个比较稍微沉稳，对，这是沉稳的这，稍微沉稳。这真的是沉稳的。 OK，那老板呢？我是两个都不会选，啊，两个都不会选啊，因为两个人都因为晕啊我有曾经有那个人就这样嘛，曾经有晕香的经验，你就会对他特别保持这个保持距离，保持戒心这样子。我可以问个题外话，哎，什么叫晕香啊？因为可你没能我有有晕过抽烟，对，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味道会停留在你的后脑，然后就是一直就在这边打因转。为可能有的观众都一听到晕香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样自己才叫晕香。对，那我第一次闻到那个旷野之心淡香水的时候，是我以前都不打开喷的嘛，是我一个台湾的供应商，他说你帮我们卖了这么久，那销率也很好，我这边有一个 tester， 就给你当礼物哦，我很开心。那我也不跟就去讲，我就自己偷偷的 A 下来这样，我想说啊，我有整支这么旷野之心旷野之100ml，而且销量那么好了，对，哦，我就很开心喷了，就一喷开始发现不太对劲，就是我就整个没有活力了，就整个坐下来，然后这个味道一直挥之不去，就是一直在你的脑袋中绕。那现在是很明确，我的如果以生理的感觉是后脑现在是重的，重的，不舒服。不舒服。我觉得不舒服。不舒服，对，这是我所谓的晕香，就这样。那我以前也听人讲晕香，但我还真的没有哪一支香水晕香，直到这个旷野之心，对，所以意思就是说什么？当别人送你一个礼物的时候，不要想要自己独吞，这通常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。对，是，要先问我就说，都是分享出来。对，就是这一支那个先叫他喷厂商送的，要不要先试试看？不是应该先试完之后真的不喜欢，就再送人家的。转送。对我好像还没这样干过。哦，真的哦。不只是交给喜欢的人，交给喜欢的人对啊，交给喜欢的人。其实喜欢的人很多哎，真的啊。对，喜欢这一支很多呢，很多。有啦，后来我还是把它拿去卖掉嘛，对，还是真的很多人抢。你去直播台，每个直播台都一定会有人点菜，是，然后都一定是缺货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是，一下就没有了。对。那如果你要我说些什么比较的话，我觉得这两支味道其实没有差别太大啊，那就是一个持香度，这个是更强的，即便同一时间我们喷下去，这个到现在味道还是非常的饱和在这里。对，哦，那这个其实慢慢的，因为我闻了它会觉得它有点淡掉，那但是它们的味道都属于饱满丰富的，多变的。不是多变，是没什么变，就丰富的。因为它就是几乎是把中国的四川的花椒、八角第一个加到香水里面。哦，我的认知是这样，是，所以它是一个创举，所以它可能调香师有去中国旅行过，有去四川，对，吃过麻辣锅，这个老四川，对，老四川，香料。对，他想哇，这个香料怎么会超乎他想象？对，辣是不辣啦，但是应该很麻，对，应该很麻，对啊，对，好啊。那今天的迪奥旷野之心，那当然我们的影片虽然老板就是在卖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还是必须很老实的说，这就是我们影片的存在的价值，不会因为我卖的很好，我就说它很好，我会很坦白跟各位说，我会晕香。那你问我要怎么介绍，老实讲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介绍，因为当我晕的时候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它了。这个就是现在最流行的了，这个现在应该这个系列就是现在最流行的，是，这个大概就是运动型，比较休闲，当然你要正装也可以，这个就真的是正装 ，OK， 好，正装是，这个就是随时随地可以无脑喷的，可以享受高品质的味道。当然，这6支都是高品质的味道，我必须说，对，因为迪奥没有霸咖啦，对，迪奥没有叫迪奥的没有霸咖，对，只是你有不同的面向的选择。那今天只是我们把它带过来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起做比较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会喜欢我们这个今天旷野之心迪奥大全套的分享。
是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拜拜。